大家好，我是佳佳。因为气喘的关系所以呢，我已经咳嗽好几个月，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请大家多多包涵。今天要来分享的故事呢，是一则发生在我20出头岁左右的事情，而且呢，也是一段我印象深刻的回忆。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是租房子生活，当时呢和房东租了一间透天的屋子。那这个透天房呢，就是大家一般看到的透天房，一整排长得都差不多。然后这个透天它是4层楼高，我们家只租1、2楼，因为3、4楼是别人租的。而1楼的地方呢，就是客厅跟厨房，我们全家都睡在2楼。由于我们家有5个小孩，当我们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跟我大妹就搬出去住。我大妹呢是和她同学合租在外面，因为这个房子租很久了，所以我妈妈就跟房东非常的熟。后来我妈就帮我跟房东就在我们家隔壁的透天又租了一间房间。那因为是同一个房东，所以我每个月就会直接把这个房租呢拿给我妈妈。当时那排的透天屋呢有4栋，如果面对房子的话，我们家是右边数来的第2栋，而我妈妈帮我租的房间是右边的第1栋最顶楼4楼。右边第1栋呢，房东把它租给很多人。2楼开始就像套房一样，1楼的地方呢是租给卖早餐店的，它的大小呢就跟我们家客厅的那个空间差不多。因为是当店面使用，所以早餐店的正面跟侧面都可以用铁卷门打开，而早餐店背面的墙就是我们家客厅的墙。那我们楼上的住户呢，则是从旁边的楼梯上楼。这个楼梯的位置呢，在我们家的格局来讲，就是介于客厅跟厨房中间，而楼梯的右手边呢，就是一个类似仓库的储物间，相当于我们家厨房的位置。这个仓库呢没有做门，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里面就是堆满了一堆旧东西。由于是旧式的透天改造的，所以每个套房的门就像是大家家里一般那种房间门，其实安全度非常的低，因为我的房间就曾经遭过小偷。而它这间透天房从2楼开始呢，每1楼好像有3到4户，因为我是住在最顶楼最右边那一户，所以从来没有去过左边，因此不知道到底是3个房间还是4个房间。由于我住在那边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在那边发生过非常多让我难忘的事情。今天要分享的只是其中一件，但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的房间呢是最顶楼，而且它在最右边，全部的面积应该只有2坪多。它的格局呢就是一个长方形，你打开门之后不用走进去，就可以一眼看光所有的家具跟摆设。唯一看不到的地方呢，就是我的厕所，因为它的门口跟房间门是平行的。由于我的天花板上面就是屋顶，直接日晒，而房间的窗户呢是一整片，只有腰下差不多100公分是墙壁，其他就是整片的大窗户。所以这个房间呢，完美的诠释了冬天像冰箱，夏天像烤箱的形容词。由于它的屋顶蛮高的，所以每楼的电灯呢都是黄黄小小的灯泡，加上当时的走廊电费是平分的，所以我们那栋呢常常到了晚上9点后都是暗的。而它的楼梯呢是来回2个方向上1层楼，就是像 N 字形那样子，加上楼梯很窄，就是比我再宽一点点的这种宽度。然后呢，每半楼的墙上会有一个壁灯，因为我的房间是在最顶楼，所以我都要爬到2楼之后呢，才可以开启2楼半的壁灯。
然后爬上3楼才可以开启3楼半的壁灯，因为它是双向开关哦，所以我上楼后呢就要关掉下一个楼的电灯，不然其他的住户就会跟房东投诉，然后我就要被念。因为我从20几岁就开始在当驻唱歌手，所以我的工作时间呢是从晚上的6、7点开始上班，到半夜的1、2点或者是3、4点才会回家，因此呢，我每天都要摸黑回家。我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楼层的房间门位置，中间这个是楼梯，我的房间呢是最右边，第2个房间门呢是和我房间门成90度，那第3个房间门刚好就是楼梯口，也就是我上楼梯时，我的背部会直接对着第3个房间门。那有没有第4户我就不太清楚，因为我从来没有走过去左边。当时我的男朋友住在北部，所以他若是放假要来南部找我，就会坐客运呢，然后夜车南下，然后我下班的时候就可以去接他。而事情就发生在他来南部找我的某一天。当时我们2个正买好宵夜准备回家，结果刚上1楼半的楼梯时，我就闻到一股很浓很臭的味道。这个味道呢，就是有东西腐烂的味道，很像臭水沟里死了老鼠的那种味道。因为我说过1楼的右手边是一间仓库，所以有老鼠或者是蟑螂哦，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那当时我们上楼就闻到臭味嘛，我就随口说，怎么那么臭啊？是有死老鼠吗？虽然我的嘴巴是这样讲，但是因为真的太臭了，所以我当时心里的 OS 是想说，会不会有死人啊？后来我们进了房间后，一直到隔天的中午我才下楼买午餐。结果一出门口，我就闻到一股很浓很臭的味道，比前一个晚上还严重。结果刚走到2楼时，我就发现呢，3楼完全没有人，但是2楼有2位警察正在跟邻居说话，接着还有几位感觉像是工作人员的人哦。然后我就马上跑去隔壁找我妈，我就说，妈，我觉得我们那栋呢应该有死人。结果我妈就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想？然后我就把前一天晚上呢闻到很臭的这种尸臭味，跟今天呢看到警察的这个联想告诉他。结果我妈就回我说，那有可能人死不知。然后呢我就说我的直觉应该是3楼有死人。结果呢我妈就一直说啊不可能啊什么的。接着我就想说那算了，我就去买午餐了。过没多久，我买好午餐准备上楼的时候，我妈妈呢就招手把我叫过去，然后对我说，我们那栋真的有死人。我就问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妈就说呢，住在3楼的人呢是一个清洁工，由于一个人住啦，所以糖尿病发作，没有人知道，因此呢病死在里面。因为旷工多日哦，又加上联系不上，所以公司的人报警，才知道呢人已经死在房间里面好多天了。那因为尸体呢在房间呢已经死亡多日，加上炎热的关系哦，所以那个腐烂的程度非常的严重。听说啦，当时这个葬仪社的人呢将尸体抬出来之后，整个地上呢都是厚厚的尸血，所以有非常多的尸体血水呢就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因此当时葬仪社的人有用石灰呢想要盖掉这个臭味，但是因为臭味真的太可怕了，所以当走到1楼半的楼梯时，你就可以闻到很浓的石灰味，加上很臭的腐烂味。那一阵子呢，我要回家，上到2楼，我就要开始准备憋气，然后呢，一股气冲到4楼，进了房间后才敢换气。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到了门口4楼我的门口，然后还没有进房间，我就急着换气。结果一闻到那个尸臭味啊，我进门后马上冲去我的厕所吐，因为那个味道真的太可怕。
又加上呢，我的房间是在最右边，这栋建筑的左边呢，有一整排高度大约到腰左右的这个墙壁，然后有2面就是90度呢是没有装上这个窗户的，所以风都会从左边呢直接吹到右边，就是吹到我房间的那个角落这样。那事情发生之后呢，我马上上楼跟我男朋友讲，那因为他隔天又要工作，所以当天下午呢就坐车回北部。因为我妈妈有跟我大妹说这件事情，然后她一听呢就很害怕，她就要求我那一天晚上去陪她睡觉。老实讲啊，我也很害怕，所以第一天呢，我送完男朋友去坐车之后，我当天下班了就去我妹妹家睡觉。可是因为我的衣服啊、化妆品啊、东西啊都是在家里，所以我觉得要去我妹妹家睡觉真的挺麻烦的。结果第2天晚上呢，我妹妹还是要求我去她家陪她睡，但是我就觉得好麻烦哦，就决定还是回家睡好了。我当时心里是想说，因为那个人是糖尿病死的，又不是自己怎么样或者是被人害死的，所以应该没什么怨气啊。虽然我妈妈跟我妹妹后来都有问我说要不要搬家，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人是自然死亡啊，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怨气，就跟我妈说不用啦，那个人我又不认识，然后他又是病死的，也不是我害死的，所以应该没什么关系啦。之后好几个月，我后来听到我妈跟我说，我妹妹就问我妈妈说，姐都不会怕哦，然后我妈就对她说，她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怕。其实老实讲了，我也觉得会毛会怕，但是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很懒得搬家，因此我还是住在那边。老实讲，在警察来的第1天哦，3楼的住户呢就全搬走了，4楼呢本来只有2户，本来第2间房间呢是我朋友租在那边，结果呢，她一听到这个消息呢，她也是马上退租搬去她男朋友那边。我记得那时她男朋友还拿了柳树跟那个水来我家帮我进屋，而2楼的住户呢，好像最后也只剩下1-2户。其实一开始呢，这栋透天房哦，到底有几户人家，我真的不太清楚，只记得后来这栋房子哦，有很长的时间都没有新的住户来，整栋透天房包括我，好像只有2户还是3户的人而已。那我说一下我当时的心情好了，因为我每天都半夜才回家，而2楼只剩下1-2户，他们本来就是习惯早睡，3楼又都没有人，4楼又只剩我1户，所以每天回家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忙，又加上呢味道真的很臭，所以我每天要回家的时候，老实讲，我都会在门口挣扎了一番，然后也觉得很喘。还记得我跟你们说，第3个房间的位置呢，就在楼梯那边，而且那间房间上面还插着房间的钥匙，因为3楼根本没有灯光，也没有任何人住，所以3楼半的电灯哦坏了也没有修理，4楼除了我也没有其他人住，所以从上了2楼之后呢，就没有电灯了。因此我每天爬到2楼的时候，我就会开启2楼半的灯，然后呢只能靠着微弱的灯光赶紧爬上4楼。但你们知道吗，人真的很奇怪，其实心里面明明很害怕，但就会忍不住想要偷看。我记得那时候呢，我爬到2楼就开始准备深呼吸，然后憋气。当爬到3楼时，要反方向往3楼半的楼梯走时，其实心里都会觉得很害怕，因为会怕后面呢是不是有出现什么，但我都会忍不住呢转头回去看那个房间，因为我的背后刚好正对着3楼出事的这间房间门。之后我跟我朋友在聊，我所有的朋友都说，如果是他们哦，他们一定是马上搬走。然后呢，他们说就算真的是要上楼啊，也应该会选择呢不看，然后就直接一口气冲上4楼。可是你知道，我当时就会忍不住想要看一下，确定没有东西，然后再上楼。那时候我都会告诉我自己说，那个人是病死的，也不是我害死的，而且呢，我也不认识这个人啊。
如果真的有鬼魂啊，应该也不会无聊到来吓我吧，我就会这样子安慰自己。那这件事呢，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其实我后来也已经习惯了。之后我爸爸妈妈因为信仰的关系呢，认识了一个朋友，我们都叫他安伯伯，他是一个有在修行的一个伯伯。我听我爸妈说呢，他的小孩长大了，都在国外呢买房子，所以他搬去跟小孩住，只是有的时候呢还会回来台湾，因此他想找一个地方可以放他台湾的家具跟物品。他的诉求就是方便他回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睡觉休息，然后呢房租便宜就好了，因为平常就是当仓库使用。后来我妈就跟他讲了我们那栋房子的事情，因为呢他本身有在修行的关系，所以呢他就跟我妈说呢，他没有在怕这个啦，就叫我妈妈去跟房东谈一下要租下这间房间的事情。因为那栋透天房长期没有其他的新住户进来，好几年呢都只有我跟2楼的住户，总共呢也才2-3户人家。所以房东一听到这个安伯伯呢要租下这间房间的时候，就用非常便宜的价格，1个月1000块租给了安伯伯。当时呢我的房间是1个月5000元。后来有一天无意间就听到我妈跟我老爸在聊天，我妈就跟我老爸说呢，昨天安师兄说这几天呢地震很多摇得蛮大力的。然后我妈就回应说接着呢我就听到我妈妈对我老爸说，这几天没有地震啊，应该是那个在叫他。然后我一听我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不对劲，我马上就问我爸妈说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我老爸就说应该是那个死者觉得安伯伯睡了他的位置，所以呢摇床要叫安伯伯让开。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啊？那个人不是病死的吗？怎么过了那么久还阴魂不散在那里啊？然后我老爸就说那个人是烧炭走的，心中可能有怨，灵魂还留在那边。当时我一听到这里，我就整个人头皮发麻，因为我记得我妈妈明明是跟我说那个人是糖尿病过世的，所以我才没有搬家。结果我就马上问我妈妈说，为什么当初要骗我说那个人是病死的？然后我妈妈竟然回答我说，她说她怕我会怕，她怕我会怕，所以才骗我说他是病死的。我当下只是觉得天哪，妈，你竟然连亲生女儿都坑啊！其实我住在那个房子里发生过非常多印象深刻的事情，只是我都觉得冤有头债有主，而且我是狮子座的，做人个性还蛮正派的，又有正义感，心地又善良，照理来讲鬼魂不会无缘无故来找我麻烦。只是当下得知真相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傻眼，因为我竟然傻傻的跟怨灵住了好几年。如果这集的故事呢，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会再找时间跟大家分享呢，我在这栋透天房遇到的其他印象深刻的故事。好，再次呢，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呢，记得帮佳佳按下订阅和分享因为您的善良举动会给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也欢迎大家追踪脸书和 IG， 帮佳佳冲升人气谢谢你听完我的故事，我们下周见，拜拜。